一份真正的屬於潮流玩家的地毯式覆蓋的福岡購物全攻略來到了第3期，跟元哥一起深入到天神大名的小巷裡去探索呢大量不为游客所知的小众潮流好店。本期呢总共有24家店鋪啊，其中2家在地美食，16家呢是會員專屬小眾好店。是的，你沒有聽錯，16家會員專屬好店。所以呢非會員的觀眾啊，把這期當做一個試看預告片也沒有問題。跟你熟悉的大多數 YouTube 頻道運營的思路啊不太一樣。這個頻道呢最大的特色就是會員優先，會員看獨家內容。如果你嘗試第一次打開本頻道的會員專屬節目呢，會發現簡直開啟了一個全新的隱藏版的日牌世界。那麼所有店鋪的開業時間、退稅、Google Map 等資訊呢都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裡。攻略開啟啦！緊跟着上集的腳步啊，我們就逛到了幾乎每個日潮玩家呢來日本旅行都一定會打卡的一家店鋪，也是啊如今日牌的人氣王者之一 Capital 的福岡店。門市啊確實相對來說不算太大，不過呢主流的款式也都會有，店內拍攝不可，大家自己探索下啦。然後呢補一家天神的選品店，上期呢差點漏掉了 LHP 呢是一家老牌的選品店了，聚集的品牌呢也大都偏向主流的人氣的街頭風的日牌，比如 Needles 呢就一定會選，然後呢也會有不少的歐美系的品牌可以看，比如呢 Moncler 的羽絨衣在打折季呢都會有折扣，還有選 Maison Margiela 呀或是 Acne Studios 之類的。接下來呢，會是一家卡機愛好者啊來福岡必逛的店鋪 Smart Clothing Store。這是呢日系卡機老牌 Pharos 的自家店鋪。這一家福岡店呢還蠻神奇的，因為還收錄了另一個卡機老牌大阪五虎之一的 Volcount 在店內，算是呢一個合作門市。店內裝置的風格呢真的是硬核的美式復古啊，再加上呢到處都擺滿的原牛單品美式軍裝。如果你是一個卡機風格的愛好者呢，這一站一定會逛得很爽。那麼接下來啊，走回到大陸上，這一家小眾的選品店 Session 推給兄弟們。說是選品店呢，我感覺啊，店內80%的選貨呢，都是如今人氣光速竄紅的品牌 Showtime。新款非常全啊，說是 Showtime 的自家的福岡門市呢，也不為過。當然，店內也還是有選其他品牌的，比如這個 The Object 品牌的銀飾，基本都是呢2-3萬日幣，價位很平。有意朝聖一下呢，最當紅的日牌的兄弟呢，這家店必打卡了。接下來卡機老牌 Nigel Caben 的福岡門市，不得不說呢，不管品牌在日本的哪一家店啊，內裝都還是很講究的。品牌這幾年呢，人氣確實略有下滑呀。進店來看啊，打折季的話呢，真的是大量單品啊在參加折扣。提醒一下，這家店2層呢還有一個兄弟品牌 Filson 可以逛，卡機老哥們必打卡的一站了。那麼走回到大陸上呢，這一家 The Gallery Box 是當地頗有人氣的偏向街頭風格的選品店，店內主要的品牌呢會有 Our Legacy、Saint Michael、Acne Studios 等等，主流的國際大牌呢都會有。那麼終於來到了呀，兄弟們盼望的元哥推薦在地美食的環節了。第1期的攻略裡呢聊到過，不論吃什麼料理呢，都撒上芝麻，是福岡當地的一大特色。而福岡的青魚呢，同樣是當地的神級特產，因為水質差異呢，而不會有那種腥味，加上呢神速級別的物流配送，所以在福岡可以吃到即使在日本國內呢也非常罕有的青魚刺身。那麼今天推薦的這一家呢，博多狗媽沙巴屋呢，就是這一道特產料理的名店啦。這家的話呢，首先看菜單啊，價位就非常的平啊，同時意外的呢，定時的分量啊卻超級的大。當然重點不是量啊，還是味道如何。首先這一個芝麻青魚刺身呢，真的是意外的好吃，味道對我來說呢是非常的新奇，配上了洋蔥和芝麻醬汁，神奇的完全沒有腥味，真的是大推薦。然後烤魚的話呢，分量大，味道也不差。這一家呢，實地品嘗下來的感受是啊，福岡之行必打卡的一家好店，大滿足。第2家店
也是海鮮刺身啊，就是這一家馬古樓屋炭太郎，價位不貴，味道嘛，也還可以，但是真的呢沒有什麼驚豔之處。那麼為什麼還要在節目裡提到這一家呢？其實是為了介紹對面的這一家超人氣的當地人排長隊的名店玄海鱘魚口雞媽。元哥啊，有一大早就去排隊了，但是遺憾的是呢，限量供应，所以排到我的时候呢，店主說抱歉，沒多餘的了。看了一下塔貝羅菇的評價呢，都說吃的超級過癮 ，CP 值超高，沒能品嘗到這一家排隊名店啊，真的是非常的遺憾。能起早又對美食有執着的兄弟呢，期待你們的美食報告，別忘了呢，到下方的留言區分享一下，到底是什麼樣的美味啊，能讓當地人這麼一大早的就排起長長的隊伍。那麼以上呢就是福岡攻略第3期的全部24家店，下一集會是最後一期，將繼續晃到呢大量不為遊客所知的在地潮男愛逛的小眾好店。那麼咱們下期再見啦。